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荣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香港追求民主的朋友，你们还好吗？这个我们看到反送中事件哦。到现在1年多的这个时间哦，大家引起许多人的关心哦，所以我们节目一直认为我们有一个使命，一定要不断的关注香港哦。我知道当在坊间的民间电视台，他们当然也关心香港，但他们可能有收视的广告的考虑，但对我们来讲，反正我们没有包袱，我们就讲我们该讲的、想讲的必须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谈一下香港到底最近如何，我们可以知道一下他们的一些近况，让香港的这个朋友或让关心香港的朋友大概也了解这些内容。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我们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明居正老师哦，来帮我们谈一下香港他目前所关心、所观察的一个状况哦。我们明老师你好，主持人洪林兄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我想一开始就很直接就问老师，老师你有观察这1年来整个香港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变化吗？大概总体的感觉就是眼睁睁的看着一个自由的社会被慢慢关进铁幕的过程。在一句话说完就是这样。那如果仔细分的话，我们大概分成4大块吧。第一大块就是政治方面，就行政、立法、司法的变化；第二大块就是集会游行的变化，这是很明显的；第三呢，香港的新闻、教育跟文化的变化；第四呢，就是人民自由范围的或自由空间的变化。大家分成这么4大块。那我先谈第一大块吧，就是政府的部分。我刚刚讲到政府可以分成行政、司法跟立法3方面。我们先从行政看起。行政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原来已经在大概2年前呢，已经陆续跟大家预测，我们说，中共呢大概不会派解放军进城，但是呢，中共会用香港警察变相戒严，现在就是这样子，这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我们看到比较惊讶的就是香港的第2号人物呢，除了特首之外，第2号人物呢就叫政务司司长。政务司司长呢，在上个月底呢，突然间被免职，然后任命新的一个司长叫李家超。李家超是什么人呢？原来的保全局的局长。那原来的这个警察的，就香港警队的一哥叫邓炳强呢，就升为这个保全局长。这在香港是史无前例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讲呢？政务司司长呢是第2把手，他是公务员的头。过去香港的传统呢，这个大概上百年的传统呢，是让有决策经验、有行政经验的政务官出任，从来没有说由警队来出任的。警队呢，在香港的这个社会，香港是没有军队的除了解放军后来进驻之外，香港本身是没有军队的。这意味着说武官凌驾文官，而且呢，过去长久以来维持这个政治中立的政务官的系统呢，现在这个力量呢大幅减弱，所以用武官来当作2把手呢，其实另外一层意涵就是中共方面认为香港情势非常不安，所以我把武官抬到这么高呢，起到震慑的作用这个政治上第2变化。政治上第3个变化呢，就是中共不断讲说要爱国者治港，要求公务员要宣誓什么等等，就公务员反弹得很厉害。因为香港公务员呢过去素质很高，它是英国的传统，所以他们常常认为说文官我是不介入政治的。那我宣誓什么？我宣誓爱国，但现在宣誓什么呢？看起来是爱国者治港，但给人感觉就是你宣誓我效忠一个集权政权，然后你宣誓我几乎效忠一个政党。所以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那很多人就离职了，而很多是高阶的长官离职，这是行政的部分。立法的部分，原来我们跟大家预测，我们说这个香港的这立法会呢，基本会人大化，那现在已经出现了。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当时人大常委会跟香港政府呢，不就 DQ 就褫夺他们权利吗？就把4个立法会的议员的那个身份给剥夺了。就其他的10几个人呢，因为出于抗议，所以集体辞职，所以这么下，香港议会里面民主派几乎完全消失，香港议会人大化完全变成橡皮图章。这第一个变化。第2变化呢，我们上次提到，他们修改了香港的选举办法，那他们叫做完善选举办法，修改选举办法。修改选举办法就是我先讲这个立法会的部分。
立法会的部分，第一呢，候选人的资格呢，它通过审查委员会，这审查委员会说穿了只有一个标准，政治标准，就大陆的政审。也就是说，我在政治上判断说你是否忠于我共产党，或能接受我共产党。如果不是的话，那我根本就不予考虑。这个东西就是完全违背了原来的香港的这个传统，跟英国在香港所设立的这么一套规矩，所以香港的政治呢大幅后退。那么这个选举办法修改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民主派将来不要说当选，将来参选都非常困难。所以将来在香港的选举呢，大概绝大部分是亲中派的人呢去参加，但亲中派它仍然会有斗争。简单说就是香港的土共跟北方下来这干部呢之间呢会有一个大的争斗，所以这点呢我们可以看见。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司法的部分。我们过去讲，我们说香港是受英国系统的法律所统治的，所以维持了100-200年呢，它运作的很不错。为什么呢？我们都说英国的法治很好，英国很多地方没有成文的法条，但民法什么的它有成文法条的。那么在成文法条跟习惯法当中，跟判例当中慢慢构成一个司法体系。这个司法体系呢，足以运作这个社会，运作的社会的各个方面啊，不管政治、经济、社会、金融各方面，它都可以运作。所以香港我们常说是靠一个普通法所打造起来这么个法治社会。我们到香港去呢，小乐说香港人不能参政，没有直接的这种很高的参政权，没有完整的参政权，但是呢，香港有很高的这个自由空间。现在我们看见，因为司法制度受到了冲击，所以香港人自由呢受到冲击。香港是自由部分，我们等会再说。我们现在要这个讲一下司法的部分。香港的法官里面呢，有不少是外籍法官，因为香港原来的法律规定就是，我们可以在普通法系的国家里面去征募法官。所以香港除了香港本地出来华人法官之外，他也从英国过来的，有澳大利亚的、加拿大跟其他国籍的，只要你是英国这种普通法系的，然后你有这种相当背景，你去应征或应试什么的，你最后可被接受的。好，那所以香港的这个不管是各级法院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外籍法官，在这1年下来，很多外籍法官纷纷离职。为什么？他说，你们这种基本法跟我的法律理念完全不能结合，我根本不能接受，这东西不叫做法律，所以纷纷离职，离职非常多的第一个。第二呢，就是香港的这个原来的那个法律制度呢，我们常讲说是英国的法系。那虽然它那个没有宪法，但是它在平常的这些法律运作当中，我们刚刚讲说有很多规矩呢是很细密的。但是中共的法律观念，我们一直讲说它非常落后，它仍然处从我们常常开玩笑的宋朝、明朝时代。那个时候的法律观念，简单说呢，跟现在呢差距非常大。为什么呢？这100-200年来，西方因为工业革命的关系，社会变得非常多元、非常复杂，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互相矛盾的利益啊，跟纠葛。那法律就是在这些互相矛盾的跟纠葛的这利益当中呢，给出一条清楚路出来。这条清楚路什么意思呢？让大家都不能得到所有的东西，但让大家都得到最大的公平机会去争取他要争取的东西。所以法律是要做这件事情。中共的法律不是这样。中共法律第一是保护党，第二保护这个国家，第三呢保护干部。然后第四呢，保护党员，再来才看到其他人，所以法律本身根本没有清楚概念。所以这个基本法里面啦，这个国安法里面，它有不受司法复核、不准保释，然后闭门审讯，没有陪审团，这些东西呢，都违背了英国的普通法的基本概念。我们讲最简单的例子了，黎智英就没有得到保释，他虽然申请了，也符合标准了，但没有得到保释。另外被关押了几十名民主派人士也没得到保释，所以这些外籍法官离职啦，然后什么等等，就造成了这个香港司法系统的大混乱，而香港司法系统的下滑，就导致了人民生活空间的下滑。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哦，因为
司法，像老师刚刚提到了，我自己印象很深刻，香港的确过往在做所谓的司法的这一块，特别陪审团这些制度。甚至是台湾很多团体都会去参访，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部分。就像老师讲的，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在关心国会的监督哦，曾经也到英国国会去参访，他们真的很骄傲。他说，因为我们过往对于法治的这些经验，老师讲的法规跟经验的习惯累积，他们说我们可以让所有的流氓来到这边殿堂都会变绅士。那我们笑一笑说，台湾的状况是所有的绅士进来都会变流氓，但我觉得香港现在更惨，这个我觉得是。一群流氓进来，可能变恶霸，就是说整个司法崩溃。老师，你刚刚谈到行政立法这些变化，老实讲很吓人呢。过去累积的这么棒的地方，上百年的东方明珠，现在怎么办呢？看起来完全都被改变了。那这个产生的影响，我想应该是会非常大的部分吧。这第一块了，我想我们就顺着刚刚前面我分了4大块。第二块，其实我看到的变化是集会游行的部分。当然，大家今年第一看到就是6·4集会，这个被禁止了；第二7·1游行呢被禁止了。那大家再回头想一下，6·4集会从哪一年开始？6·4事件爆发于1989年，1990年香港就开始6·4集会，所以换说到现在呢，30几年的一个传统。大家常讲说，如果中国大陆不民主化，6·4的这游行就不会停止，现在停止了。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至少把香港这6·4集会停下了，这第一点。第二点，7·1大游行，为什么7·1大游行呢？97之后呢，香港不是回归大陆吗？是香港人基于说我爱护香港，就开始出来7·1游行。那么到现在呢，也是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倒不说这集会游行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讲的是这个意思，在一个比较公正的民主法治社会里面，我们讲的是人民的公民权的一部分。什么叫公民权呢？就公民生活在这社会里面，虽然受到这个政府的这个统治，虽然受到了不同的执政党的这个管制，但是呢，公民有他的政治权利。公民的政治权利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怎么表达我自己。那么我们比较粗泛说，这个你是专家了，在你面前讲有点班门弄斧了。我们常讲说呢，集会游行是人们表意自由的一部分，那么也就是广义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只不过我这言论是用集会游行来表达。那大陆人常讲说，集会游行那不就乱套了吗？不是，因为他一想到集会游行了，他想的是大陆的政治运动。不是，那么刚好是非法治的情况下，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集会游行是有法律规范的，也就是你要申请，我的这个目标是什么，然后我的这个诉求是什么，我谁组织的，谁招呼的，我预计多少人参加，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然后什么路线、什么标语、什么口号等等，都有很明确的法律规范。简单说句，你不可以破坏公物，不可以袭击不可以袭击路人，路人不可以攻击你，警察要派人保护你，要监督你这个集会游行。换句话说，你这个是经过法律程序所允许的表意的自由。所以香港每年的6·4集会也好，7·1游行也好，都是这样来的。这在一个普通法社会里面司空见惯。可对中共来说，集会游行是让他害怕。为什么？因为当年在国民政府统治时代，他就用非法手段搞集会游行，把国民政府搞垮。简单说，他虽然会玩群众运动，但是当他在统治，他变成统治者的时候，他害怕群众，他害怕群众运动。翻成白话就是他害怕人民。为什么害怕人民呢？因为他觉得人民集结起来会推翻政府。当年我就这样推翻国民政府的，说我怕人家推翻我。所以我常讲，我说共产党对政治权力有一种病态式的执着，我的话不是乱讲的。那么中共呢，在大陆统治的时候，人民集会游行了，在1989 6·4事件以前，他直接出解放军，对不对？直接出军队镇压。那后来当6·4事件之后呢，他发现这个情况不行了，因为这在国际上批评非常严重。所以要出动什么呢？后来就慢慢就这个不是裁军吗？就把军队裁出变武警。当然他把它叫武警，大家以为是武装警察，不是的。武警呢是乙级军，是乙级军队，像我们的轻装师。严格说呢，它也是军队。各位注意看，这我们讲过很多次了，武警也是军队，武警不是警察。
所以当他出动武警去镇压老百姓的时候，他实质上是出动轻装师去镇压老百姓。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害怕群众，他害怕茉莉花运动，害怕茉莉花革命，或害怕颜色革命。所以在2年前，当香港这个反送中运动一开始，当时我说我有不祥的感觉，因为香港群众这样被激怒起来之后呢，第一会变群众运动，第二，即便他去申请，但中共看这种群众运动眼光是不一样的。我说你要理解中共的眼光，中共会害怕。好，那果然不错。等到2件事情爆发，那没办法了。第一，攻进立法会。然后说污损了这个丢了这个中共的国旗丢到地上，然后污损了国徽。中共看见这几幕，他认为这个就是暴动，这就是颜色革命，所以要推翻我们共产党。其实不是的，人家从头到尾是说，我希望有双普选，你把我双普选拿走了，我起来抗议而已。你把双普选还给我了，那我就停下来了。但中共一定是上纲上线说，你这是要推翻国家、推翻党。所以双方，那时候我才预测，我说，中共不太了解香港人，而香港人也不太了解中共，所以导致什么结果？导致火车对撞，现在就这么个局面。是这个，其实我想民主是逐步走啦。虽然有很多人会说，台湾如何？我常讲说，民主不是不会犯罪，民主不是完美，民主本来就是过程当中不断的在调整、在妥协啊，在沟通啊，彼此在相互的找到一个更好的立足点。像老师刚刚提到的游行这件事，台湾早期叫做报备。台湾早期是许可制，也就是说你要游行，你要经过许可，政府许可。其实这几年来，大家已经修法是报备了。为什么？这是我的权利，我为什么要你许可？那就是我可以的。你可以想象，现在是连这种我们刚刚提到的都不行，连给你许可都不行。这个你让我审核的机会可能都不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更紧缩的部分哦。当然，除了刚刚老师谈到集会游行从这一个指标来看到的严重性以外，其实包含新闻、教育、文化，从刚刚听起来也感觉也是做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限缩，是吗？对，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苹果集团嘛，苹果集团这几个礼拜来遭遇，大家都看在眼里面了。所以苹果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当然你说起家可能不太光彩，但到后来呢，他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呢是站得非常清楚。也就是说，捍卫香港的自由、捍卫法治、捍卫这个民主的一点点的民主呢，苹果在这问题上是不含糊的。所以苹果被打压，第一当然是在我们想象当中，第二就是苹果被打压，就说明了香港新闻自由的严重的限缩。而苹果被打压之后呢，立场新闻自己也限缩了。换句话说，它有寒蝉效应，这是在新闻的部分。我们预计新闻将来打压跟收缩会越来越严重，这第一块。第二块教育的部分最明显就是中共认为说香港之所以这样子，因为他们没有爱国教育，所以我在强化爱国教育的时候，相信结果比较好。而爱国教育呢，不只是教学生啊，爱国教育同时对老师要洗脑的，因为老师，就我们那不是讲说中共在统治，在这个掌握新的这个一块地方的时候，他对老百姓他洗脑了。洗脑呢，一个就是我正经的在教育系统洗，第二在这个社会上洗，第三呢我发动政治运动洗。香港现在还没走到发动政治运动，但是我们猜将来迟早会来。他现在的第一步呢就是爱国教育，所以爱国教育第一我再说一次，第一是对学生，第二对老师都有要求。第三点更可怕就是他把告密这个制度呢引进这里面来，大陆是会告密的。在民主国家、法治国家里面，你可以去告，可以去检举。换句话说，你有固定的法律程序，但是在大陆社会里面或大陆那种政治体制里面，它是没有这种法律程序的。它有什么呢？它有政治程序，在政治上你可以去告密，我鼓励你告密。所以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老师，香港的教授在这个课堂上讲课。过去他可以畅所欲言，现在不是。他这样的话，他考虑我会不会被学生告密。现在已经有多个老师被告密了，有很多我这个香港的大学教书们已经跟我讲，他被告密了。告密的对中共来说，我加强统治，但是对社会来说什么坏处？第一，言论自由在课堂里面受到限制，思想自由在课堂里面受到限制。第三，学术研究的自由在教室跟在实验室都受到限制了。
如果说这3个受到限制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呢会慢慢不进步。温家宝不是最近才讲说中国大陆为什么科技各方面被人家卡脖子吗？很简单，你没有思想自由，这就是阻碍你中国社会进步的最核心的因素。这就是我们说的制度的限制，这制度不良，恰恰好这不是中国共产党所自夸的制度优势，这是共产党不愿承认的制度劣势。也就是一旦这种一党专政制度推出来推广之后，进到了新闻，进到了教育，进到文化，乃至进到电影之后，它就产生这种结果。所以大陆最近这次书展呢变得很难看。过去大陆这香港书展很好看，因为什么？有各种各样早年台湾看不到的书，跟大陆看不到的书，所以香港我们常说是是陆台两地的这个一个自由港，在那里呢才真是一个禁书的天堂。那里有很多大陆政情的这书，大陆看不到的，有台湾过去政情书看不到的，还有什么呢？政治秘辛跟政治八卦。秘辛可能是好事，八卦可能是坏事，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它有一个市场这个淘汰的过程。但现在呢，这东西已经没有了，所以香港上次书展呢，连办书展的人说，我看来看去呢，不是习近平的书，就毛泽东书，要不然就官方的文献，显然没什么好看的。简单说就是洗脑用，所以教育出版呢会受到很大影响。再一个就是香港过去文化是很蓬勃、很发达的，最具体表现是什么呢？香港电影。所以很长时间呢，这个世界我听过像好莱坞的一些导演讲说，其实我们蛮看好香港的电影业，因为香港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然后创作非常多元的一个社会，它可以拍出很多人家想象不到的题材什么等等。但经过这几轮之后，你晓得没有了。所以你这一段时间，我们这几年来啊，我们看到香港拍关于什么香港警队的电影呢，很多其实是帮警队做宣传，其实是洗脑用的。你把背后播出来，你可以看中共的手已经插进来了。所以当这次反送中运动开始之后，香港市民对香港警队的几十年信任呢，毁于一夕之间。那将来在电影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啊，这个老师一讲，我感受很深。我这年代好喜欢看香港电影，然后那个警察各种系列警察的电影超经典。你就觉得第一个是觉得香港是古惑仔很多嘛，再来是香港警察怎么都这么厉害哦，就是那个警匪电影经典，就是等号的话，我觉得就是香港。但现在不复见了。我觉得在那个反送中之前几波，你看到这些警察往死里的去打这些示威者，我相信他们现在在整个香港追求自由民主的这些人里面，那个社会地位一定非常的低。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剧哦。所以，一听起来这个很沉重，所有的自由几乎全被剥夺了呢，那怎么办？老师，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很让人沉痛的事情。对。那在整体自由来说，大概有2点了。第一个观察就是所谓的政治犯。也就是这1年下来，就是这个国安法实施之后呢，所谓的政治犯，根据官方给的数字呢，有117人被捕。但我们现在看到可怕什么？未审先关，变成一个惯例了。在民主国家里面，这人犯了法，你作为现行犯，你要关可以，没有问题。一般来说，轻罪关多长时间？24小时。而且24小时内，他提出要求啊，你可以让律师或家人去探访的，因为确定说公权力没有伤害到他的这个人身的安全。他因为犯了法，暂时被拘留，那是可以。那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呢，检警单位可以向法官跟法院去申请延长羁押，它一定实现的。所以不管关多少天，他都得到法庭的命令，这就是3权分立嘛，行政权跟司法权的分立啊，互相制衡。好，那你说万一将来判决他无罪呢？那很简单，2种办法。如果无罪的话呢，要还他公道。怎么还公道？最简单就是国赔，1天赔你多少钱，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所以他关了多少天的冤狱，他就要赔多少钱，很明确的。然后该有的话，国家要道歉的，这东西很明确。好，这第一个。但香港到现在呢，100多人被关，所以已经变成未审先关的一个惯例。这100多人里面，大概是男比女呢，大概差不多1比4了，男是4.5了，男的大概差不多4.5一个，然后女的这1个这样子，所以关了100多人。年龄呢从15岁到79岁，这难以想象的啊。64人被检控。
很多人因为是摇了一面旗子或有一张贴纸呢，就被关就被羁押到现在。这在香港过去是不可想象的。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告密，告密不止在学校里面，告密在社会上也出现。所以很多人说，因为一张贴纸，为什么贴纸被关了？被邻居告了密了，而这邻居很可能是左派，就导致这个结果。然后这法律当然也打到了我们讲的这些政治人物，变成一个打击反对派的这政治工具。我们刚刚讲的40几位民主派人士被关到现在，还包括什么呢？包括什么区议员也被关了，然后港大的法律学院的这个教授啦，然后那么什么众志成城的黄之锋啦，立场新闻的记者什么等等。当然最有名的就是一传媒跟着苹果集团的这些人。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第一呢，这个已经莫名其妙产生一些所谓的政治犯。第二部分的讲话，就除了这些人之外，就人民的一般感受怎么样？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香港言论自由受到大幅的限制，思想自由受到大幅的限制，集会言论自由基本已经没有了。所以你不再有太多机会批评政府跟监督政府，这个原来是人民的权利，也是人民的自由。当你言论、行动、集会、决策、批评、监督政府都没有的时候，你的感觉就是我的行动跟日常生活都受到很大紧缩。虽然中国告诉你还是可以活动，可以去买菜了、炒股票干，但感觉是不一样的了。对不对？因为你觉得说，我可能动辄得咎，我讲话不能这样讲，我想东西不能这样想，我很多时候我自我设限，所以那自由的感觉慢慢没有了。再来就是呢，大家会担心说，下一步你会不会管到我的钱？会不会说我的钱存在银行里最后我拿不出来，或者受到什么影响？所以当所有这些加重起来，最后产生什么结果呢？我的恐惧感增加。原来在香港生活呢，你去过香港，我也去过香港，我们感觉是很愉快。它是一个吃了又买，买了又吃，吃了又买，买了又吃的一个社会。当然不只是这样的，可你总感觉说一个很休闲、很度假的地方，现在不是了。现在你进去觉得说什么？你进到一个监狱里面，你就感觉这样，所以慢慢大家觉得我不想去了，就导致这么一个结果。所以我很为香港的朋友们抱不平，那也希望说香港朋友们呢，能够珍惜现在时间啊，看看怎么在这个暴政上面存活下去。我相信这时间不会太久，但是呢，我们会持续关注各位的状态，希望各位不要灰心，坚持下去。是，谢谢明老师哦。刚刚真的是我相信是宇宙心肠在谈这个事情大家这时候只能比气场了，就真的是我们自己要努力照顾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哦。我真的不希望看到有一天香港的朋友要来看《震惊最前线》要翻墙了，那时候老师还要教他说你要用哪一个软体才能过来。我希望不要有那一天，那我们大家继续加油。那谢谢明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还是祝福大家，还是希望在疫情过程当中大家都保重身体。那我想留得青山在哦，当然我们最喜欢讲这句话。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等到这个我们所追求的那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国家的那一天到来。那我们就一直坚持。那再次的谢谢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看。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林。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每次看到我们都不断有成长哦，这代表大家持续对我们的关爱，当然也激励我们自己要更努力的做出更好的节目。我们常讲说，也许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价值，但至少我们对节目的要求是不作假，因为作假那个有太多人会去做这件事情啊。对我们来讲，如果是价值的不同，没关系，大家就在线上好好来辩证。那我觉得就欢迎您加入民主的行列，因为民主就是这样辩证。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大家说什么小粉红过来，我也觉得 OK。事实上批判的我也不认为都是小粉红，我不宁可界定大家就是不同价值。那可以在一个平面上不是同温层的部分，大家彼此去了解一些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说欢迎来到民主世界，这也是我们自己很骄傲的一些事情。但不会演，我们也很诚实告诉大家，我们有主观的价值，我们希望推动
动中国的民主化，因为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不让中国民主化，事实上我们永远都很难解决它对我们的各式各样无所不用其极的一些干扰，其中包含共军绕台哦。这件事情对台湾民众来说，平常心讲真的已经麻木，这麻木到大家会害怕，因为害怕你没有忧患意识。为什么这么讲呢？从2021年开始哦，从大概5、6月这样子开始哦，那我们看过数字，大概目前现在才这个8月前后，如果我们把它简单的算起来，3、7、21、210天，中共攻击扰台湾的部分哦，那已经有150多天了啊。对民众来讲，当然就会有很多担心，说他会不会哪一天真的就跨过来了，或者说不会啦，演假的，只是做大内宣，还是要在某些他们自己内部为难的时候要转移这些焦点。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可以来谈这个议题哦，让大家了解一下。那首先我们很开心继续邀请到我们前国大代表黄澎孝大哥，黄大哥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陆军退役少将于北辰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那当然，我先请教一下澎孝大哥哦。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即便郑州淹大水产生了许多人丧命哦，可是同样的，他对于军事手段，他还是没有手软。所以像澎孝大哥这样提到，是不是他们这个东西绕台，以您这样看法，是不是就变成常态？反而不做会被骂说你偷懒？是的。这个我首先我要补充一下，这个于将军他是军人出身，我也是只不过我没有他厉害升到将军我这个也是军校毕业，然后子参教育都很完整但是呢，我在中校的时候，那时候还可以军职外调，我就军职外调到大陆工作会，从事大陆工作去了。澎孝客气，如果您当初记者，您也是成就也到我们国大代表。不过我们今天节目可能3颗星在这边。没有，不是这个，所以说今天谈这个有关这个军事上的问题，我也有一些心得所以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为什么要扰台第一个什么扰台，第二个绕台，坦白讲，他到目前为止没有真正的绕台过。特别是他军机，为什么？他的航程不够他要真的要绕着台湾这个绕一圈的话，他的飞机要空中加油才行。但是他空中加油的技术也不足，所以说他只有说在我们的这个西南角东南角或西南角这个飞航情报区的边缘那么像最近的状况是什么样？都是他的反潜机他为什么反潜机要没事要这样子到我们西南角那边绕一下呢？一方面有它实际的需要，就是说，因为在我们的西南角一带这个不是东南角一带正好是巴士海峡水深比较深的地方，那个是从来就是潜艇国际各国潜艇都会在那边停留，在那边匿机，在那边警戒的地方，所以他要经常性的要反潜就是对于这些潜艇的踪迹要有所掌握所以他经常性的需要来到那边去看一看。第二，当然也是这个顺道产生一点，好像说我来你家门口逛了一下让你看看我经常在你家附近徘徊你给我小心了，这意思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事实上来讲，这个效益对台湾的这种恐吓的效益递减，因为我们不是这几年才遇到这些问题，70年来中共对我们的这种武力的威胁一直存在嘛，对不对？那最近这几年来，只不过说因为有了飞航情报区的，使得说这些的空中武力的威胁更有一个好像是一个界限让我们感受到好像对我们的威胁好像扩大。那么其实呢，事实上我们经常习惯的从台湾看世界，从台湾看两岸，从台湾看台海，所以有很多人不知道是他这个军事上的盲点，还是他明知故说哎呀，你看我们跟大陆兵力怎么
相比人家有多少军队，多少怎么样那我们台湾呢人口相差多少？哎呀，什么什么相差多少？如果是这样比的话，这不是现在的问题吗？从来这70年来都是彼此之间就有一个很悬殊的一个落差，但是现在的整个的国际的这种战略形势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的即便是我们这美中之间的关系最蜜月的时候，美国也没有把台湾丢掉我当年在军中的时候我是这个1976年军校毕业，然后我在军中待了13年才军职外调1976年，你看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美中开始互设办事处然后这个开始准备建交，在我升上尉那一年，美中建交然后这个后面都是他们蜜月期。在蜜月期的时候，以我那时候，因为后来我都在国防部里，我们跟美国的这种交流非常非常密切我们跟 AIT 之间的交流，甚至 CIA 之间的交流，从来没有中断过。只不过以前穿着军服，后来大家改换便服而已。代表说，美国看台湾，不只是从政治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整个的对它的国家战略的需要。所以在台湾关系法里面，美国特别强调西太平洋的稳定关乎美国的重大利益那么台湾就是所谓在美国的角度看，是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所以今天表面上看是中共扰台或绕台但是从整个国际战略形势看，是中共对于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挑衅它是对美国对日本的挑衅我们台湾只是正好而已。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叫就是叫给大家听。你看这个他又来干扰，又来干扰。其实中共真有力量的话，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琉球嘛。美国的美军驻亚洲的主要兵力都在这个朝鲜半岛跟琉球，对不对？琉球的加手纳基地、普天间基地，美国的最先进的战机最精锐的部队都部署在那里。那有多远呢？600公里，距离台湾600公里。600公里是个什么概念？我告诉各位，从台北到上海就是600公里。所以你以为很远吗？其实是很近的。尤其从现代的武器的那种这个不断的先进以后，这个600公里是很接近的一个距离。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中共的所谓的绕台什么，坦白讲，他也是做个样子真正的因为真正的你要说做战场经营的话，你应该要多到那边这个宫古海峡都到那边去绕一绕。但实际上这方面，他第一个他能力还没有达到那种地步，第二个他也实际上他也不敢把这个情势搞到这么的尖锋相对，因为这对他来讲也是不利的。是，我觉得这个大家中共自己要去思考了。过去我们当然有一任总统曾经被冠以什么这个麻烦制造者，其实现在你看见最清楚的国际的麻烦制造者。已经慢慢不止大家认为的北韩，事实上，我觉得中共就慢慢在接手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是他所必须面临的一个代价。当然，在这一次郑州的水灾当延伸许多的一个讨论，但这一次的淹水，当然有几个特别的地点引起关注，倒是真的这里面包含它有一个所谓的这次淹水，包含它是解放军炮兵学院测绘学院在这里。那其中甚至他们说对台的这个模拟地图一些模型，刚好这边有一个对台作战中心，他们说哇，这个淹水不得了。对于这些过往所建构累积的这些资料的部分产生许多的一些影响，这当然就引起大家的好奇。当中共
共对台湾一定这不用想，一定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准备。但真的吗？这个他们会受到许多的一些影响吗？于将军怎么看呢？当然我想作战靠指挥指挥靠通信，所以我们长期以来跟美军合作的重点就是只管通资、勤监侦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掌握好。你有再棒的部队，你指挥不动，你掌握不到，通信叫不到，那个信息联络不上，就断讯了，那就是单兵作战没有任何的功能跟效用。那当然，解放军也一样大家不要把解放军想成当年的小米夹步枪，永远都是这个土八路军，不是了。解放军也在进步，他的信息在。它的资讯战，甚至它的所谓电子干扰战都不弱。那很多人说，为什么不放在福建呢？你要打台湾，是不是这应该在最前在福建？为什么放在河南？其实这就是大家对于军事上的一个迷失指挥中心永远不会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的中心永远不会在第一线，因为他把你打掉了，你就没了，你就没有了。所以指挥中心一定是在第二线的城市。可是我好奇的是，他为什么选河南？河南这个地方本来就低洼，尤其郑州，它本来就低洼。那你又把它挖到地下5、6层深，那你正常的来讲，你应该做好了完善的排水系统。也就是说，你可能外面像蚁巢一样，像蚂蚁挖窝挖这个筑巢穴，它都筑得跟火山一样。那火山不是好看，那个火山是防水的，就是万一下起大雨来，水不会灌进去。连蚂蚁都有这种智慧。那你说这个解放军没有？我相信也有，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雨超过了他的智慧。就是这一次这个郑州的这场大水超过了解放军这么多年建军备战的智慧，所以解放军常常在讲一件事：人定胜天呐，我要跟天争，我没有做不到的事，那这就是给他的重重的一击。人不要跟天争，人不要逆天行事，人要顺天而为。那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说，很多透过一个中国的富商，他反映说里面的这些攻台的模型啊、攻台的图资啊，全部都毁掉了。我个人认为不会的。如果说解放军这么脆弱，一场大水就把他的图资、建军的备战，还有所有建军的这个构想，全部都给毁掉了。那说句实话，国军可以轻轻松松再过好多年。我认为不会的，他所冲掉的都是意向上的、形象上、表态上的东西。所有我相信解放军所有的这一些攻台的资讯，早就资讯化，狡兔有三窟啊！解放军建军这么久了，已经准备要超越美国的军队。它没有3窟吗？我相信它不止3窟，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它只是一个作战训练的中心，它不是真正的一个攻台指挥中心。如果是一个攻台指挥中心，这么轻易的就被大水给灌掉、毁掉，那说句实话，那我们国军应该庆幸我们的整个建军备战超过它很多，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轻敌。所以这一次有关于他的炮兵学校、他的信息学校、他的测绘学校，那其实，在我们国军里面，我们以前也有测绘学校，就是负责画军图啊、测量，这早就并掉了，现在跟通资电并掉了，就是他把图资、电子、通讯结合成一体了。国军如此，告诉你，共军也是一样，解放军也一样。他的这些所谓的攻台的模型啊、攻台的 model 这些东西，这都是意面上教学、表面上用的。真正的这些所有的资讯，早就已经资讯化、电脑化它可能在它的远干机，在它的指挥的这个基座上都已经有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见猎欣喜尤其还是说里面淹死了好多个解放军。我觉得对于对手也好，敌人也好，只要是保卫国家、捍卫国家的军人，我都尊敬。只是我们效忠的国家不一样而已。解放军效忠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国军效忠我的中华民国，我都值得尊敬。所以我不会因为说敌人因为天灾而死伤，我有这个嘲笑或者是幸灾乐祸。我觉得这不是军人武德的展现你只要忠于你的国家，我个人都尊敬你。只是我们忠于的国家不同，我在这边先说明。那另外我讲，我们就军事论军事，今天敌人产生这个状况，国军要不要引以为戒？今天郑州会大水，你就要想到，万一哪一天我们的作战指挥中心有大水，我挡不挡得住？我觉得这才是建军备战要思考的问题。现在我们的衡山指挥所，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些指挥基地、各军团的作战指挥中心也都地下化了。如果大水怎么办？所以我这时候人家说见贤思齐我说不要见贤思齐，我们居安思危啊。我们看到了敌人有这么严重的水患，我们国军做好准备没有？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的国军要积极去收集的情报。这个郑州做了这么多年的建军备战，还被灌掉，整个灌掉水，这个跟灌蟋蟀一样，整个灌掉了。国军准备好了没有？国军现在据我所知，60、80军团都在组建地下指挥所，挖的也都很深。那这件事情有没有纳入危机管控？
以敌为师啊，以敌为戒。我说把这些敌人的这个重大的损失，要建立在我们国军的建军备战上。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良性的竞争。我们从来不会惧怕解放军。当然哈，我讲我们整个作战进程调了很多。从我像学长是1976年毕业，我1990年才毕业哈，就罗大佑唱那首恋曲1990那年我毕业的。那年毕业的时候哈，我们到部队去报道，我们所抱持的是随时要打仗。就是随时要打仗，说不定明天，说不定后天，说不定我升上尉的那天就要打仗，就是随时要备战。但是等到我升了少校以后，不过8年的时间而已，我们变成如何？你知道，变成是这个物事敌之不来，事物有以待之，就是可以不打就不要打。那个整个建军备战的心态转变了很多。后来又到了大概前几年啊，大概5、6年之前，我们是已经认为不会打仗。就是在我升上校、升少将那几年，已经认为不会打仗了。那整个敌情的观念整个降到最低。那我觉得这几年拜中国大陆军机不断的越界，不断的过来挑衅之赐我都是正面思考。整个国军的敌情概念突然升高了。所有现在在这个第一线里面服役的弟兄、服役的官兵，都告诉自己可能会打仗。都告诉自己可能会打仗，然后问他的长官说：“长官，我服役期间会不会打仗？”那长官就告诉他。如果你可以参加保卫中华民国的战争，何等光荣！我觉得这就对了。军人如果认为自己不会打仗，这个军人就不能作战。如果军人随时都处在一个我随时要接战的状态之下，这才是一支可以尊敬的部队。所以我觉得，其实解放军不断的绕台，他的军舰不断的侵略我们的沿海的海域虽然没有进到我们12海里之内，可是我觉得对于国军的战备训练来讲，这是不用假想敌，就是敌人来了。就是敌人来对于那个第一线的战备强度、心理的强度，还有官兵对于作战的认知，我觉得这几年来提升了很多。所以我觉得要把很多事情正面思考，不要认为说，哎呀，糟糕，我们要被侵略，我们被吃掉了。因为你懈惰，因为你对于整个作战准备的怠惰，才会造成你对于整个国家存亡的危机。所以军人只要警戒起来，战备训练起来，我觉得国家可以期待的。所以很感谢中共愿意绕台，让台湾突然知道谁才是我们的敌人，好吧？这个的确是如此哦。这个过往台湾不只是台湾啦，其实之前有说过，最近国际社会对于中共的讨厌、厌恶的这些程度，就是创下从天安门事件以来的新高。我们看到中国大陆邻近的国家，感觉也整个都起来了，因为不只看起来这样所谓的中美的这些军事的互相的拉拔竞赛，然后大家各自在抱团，甚至邻近的许多的一些国家，过往不涉入的，开始也投入一些军备，或者开始在选择性的不得不去加入某个阵营哦。这个态势从过去的战略模糊，感觉走向部分的战略清晰哦。那这部分就请教一下彭教大哥，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是的，其实中国这几年来对我们台湾的帮助非常大它使得我们这个无形之中增加了很多铁杆兄弟虽然这些铁杆兄弟没有明着换铁，但是实际上大家私底下的这种交流这种的合作更为紧密。那么由于中共特别是在南海、跟台海、跟东海不断的耀武扬威耀武扬威，结果第一个当然是日本深深感受到威胁。各位不要忘记前不久这个大陆有一个军武的频道播出一个和平日本，它不是这个 peace 不是和平，而是要用核子弹把日本炸平的和平日本。你不要以为他那是小粉红干的，也不要以为那是一般的 YouTuber 做的。为什么？他除了有影片、有对白他整个制作非常严谨，非常的正式那么更特别的是，它播出以后，不止在大陆的一个频道里面，很多频道的人都播出来，就说对日本未来首战即核战，一开始就用核子弹日本是所谓核例外。什么叫核例外？因为全世界拥有核子弹的国家，基本上它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主张，就是绝不会使用核子弹来对付没有核子弹的国家这个一方面是避免核扩散
啊。那这没有核子弹的，不需要说我要发展核子弹以防止别人用核子弹攻击我啊。当然，这个国际上的这些主张、这些宣言、保证，都是废纸一张嘛啊。那么中共更明显的啊，他就是说啊，以后对日本就是这个样子。坦白讲，这个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啊。然后中国有一个教授叫李毅的啊，我们对他大家都非常有认识嘛，因为他以前没事就讲如何武统台湾，对不对啊？调门叫得很高啊，他也讲啊，他准备打核战啊，我们武统台湾啊，合统台湾啊。如果说台湾2300万人死光了怎么办？没关系，我们14亿人，我们移民4600万到台湾去。哎，这种的话，说实在，不管你今天是我前面讲的那个视频，或后面讲的李毅这些话，坦白讲，你谁讲没什么重要。问题是中共的态度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的视频、这样的话，在中国的网络上广为流传啊？刚才我讲那个视频，已经几百万人浏览、按赞，啊，然后中国啊从来不干预，啊，继续让李毅这些人大放厥词，啊，胡锡进更讲啊，我们要增加我们的核弹库，要上千枚，啊，唯有拥有更多核弹，美国对我们的态度才会客气点，啊，讲这些话，哎，他胡锡进代表的还是半官方。对，那其他的，你看中国的网络控制多严密，居然这样的话，他让你这样流传，这代表说什么？他默许，这就是很严重的事情。当然也是中共希望放出的风声。不过站在相对国家来讲，他可不把你当玩笑来看。在事实上啊，这段时间以来，第一个澳洲，他就积极的准备扩充它的国防武力。第二个越南呢是低调的在扩充它的军备，为什么？因为越南你打开地图就知道说，真的越南是深深的受到这个中共的威胁，因为它的海南岛的榆林港跟越南的岘港啊，跟这个之间。就在同一条线上，啊，所以说整个北越都是在中国的海军跟空军力量的包围之下，啊，然后呢，所以这个对越南来讲当然是非常大的威胁，所以他一直非常注意他的海军的发展跟空军的发展，啊，那么但是越南呢，从李隼去世以后，他李隼时代是跟中越之间打仗嘛，后来呢，李隼死了以后，越南开始采取一个三不主义。什么叫三不主义？第一个，不跟任何大国结盟，军事结盟；第二个，绝不参加任何针对另外一国的这种联盟运动；第三个，绝不把越南的基地租借给任何一国。所以你看，金兰湾。这个苏联也想，以前前苏联，中共更想，美国也想，但是他始终你可以来，但是我不会租借给你，啊，那么但是呢，由于越南的这种战略地位的重要，所以美国现在对他非常的好啊。美中贸易战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越南本来说这个美国这个财政部要对越南记301条款，说他操纵汇率。但是越南后来这个说一说以后，美国大放水了，对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为什么？因为越南是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里边一个相当重要的国家。但是我跟各位讲，当越南受到美国、受到中国联合的围堵的时候，中华民国是最早跟他这个援助他的国家。那个时候，越南从海防到河内的那条公路，现在还在用，是我们荣工处做的，送给他的，还有我们让很多越南的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
还有他的学生这些到台湾来学什么？我们正大有一个这个行政公行中心，我们以前很多帮他们培训管理人才，这个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是新加坡的前总理李光耀，他居中牵了线，所以以前我们是越南最大投资国，尤其在南越啊，这个现在在胡志明市的富北新那边啊，曾经有个越南王，是我们陆军官校30期的一位学长啊，在那边他在越南的声望非常好，所以说这代表说，第一个我们跟越南之间都有潜在的战略的利益，那更不要讲了。今天对于台湾、对于日本来讲，你不要逼我们发展核子武器，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我们台湾跟日本的科技能力，发展核子武器就是小菜一碟而已。不要以为说台湾跟日本不会发展核子武器，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唯有拥有核子武器，才能够平衡所谓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态势啊。所以说，核子武器可能有助于造成台海的稳定啊，否则的话，中共没事老是拿核子武器啊恐吓这个恐吓那个，把话说得这么白。你说日本啊，总有一天你会逼他重新核武装。你不要以为日本没有，20世纪大战的时候，日本那时候已经建立起重水工厂，它已经在发展，它跟德国都有重水工厂，对不对？只是美国早先的一步而已。所以今天我们台湾过去的核武发展，到张献义叛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发展到什么地步？我们只要3到6个月就已经可以造出核子弹，那是多少年以前？30几年前。经过了这30几年，我们的科技的技术各方面更进步了。相对于晶片来讲，核武已经是不是什么太先进的科技了啊？特别是我们的投射能力啊，我们现在的云峰飞弹可以飞多远？至少1500公里嘛，对不对？那是保守的说法。有人讲说应该飞到2500公里啊，2500公里可以打到哪里了？对不对啊？北京天安门啊，如果说真的一发打到天安门的话，天安门就成为地安门啊，成为地狱门。所以说，不是说你有多少核子武器一定要跟对方一样多，而是说你只要拥有少数的核子武器，足以对它造成某些部分的重大伤害，就可以让对方更和平的来看待彼此关系。所以中共现在的这样子战狼出击，到处拿这个核武啊，拿他的武力啊，没事阅个兵，你阅给谁看呢？啊，不过是想吓唬人嘛，对不对？啊，但是话说回来，真正的懂得就知道说，真正有实力的他不会阅兵的。你看美军什么时候阅过兵的，对不对？只有那个半吊子啊，没事要阅个兵，弄给你看看啊。我们以前在军校也踢过正步，坦白讲。花了很多时间在踢正步，啊，看起来好看，实际上那是既耗时间，又伤身体，又费体力，然后对于我们的军事生涯一点帮助都没有。没有哪一个部队因为正步踢得好，把敌人踢走的，啊，所以现在你看到中共的这些，其实这个是很落后的思想，在那个，而且他目的是什么？就像中国武术一样，那个套路打得非常漂亮，真的上场了，啊，20秒、10秒就被 KO 了，啊，像那个马保国一样，哎呀，你听他吹牛吹的，哎呀，很厉害啊，中国武术怎么样的？你真的上场碰到年轻的散打，2下功夫把你撂倒了。中国的军力相当程度的，也就像那个马保国一样，啊，吹的比实在要好很多啊！我们常讲说，中共的外宣也好，内宣也好，啊，要诚实。什么要诚实？不是说叫你要很诚实的报道，而是说你要给他乘以10，啊，譬如像说，他说死了400人，那你把它乘10，4000人，啊，
那如果说一个好事，他说哎呀我们现在啊经济发展啊有多少，那你要除实啊，那才是他真正的。所以这就是他一贯以来假大空惯了啊。当然我们料敌从宽，我们当然也不能够说这个忽视他的相当的一个战力。不过正因为他这样子到处炫耀，所以说会使得我们整个东南亚国家，大家会有一些的所谓的军备竞赛，但是更重要的是会不会产生一个核武竞赛？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未必是坏事，因为当这些国家都拥有了核武以后，第一个他们不会像北朝鲜那样子真正的来发神经嘛，对不对？但是，一旦他们都拥有核武，中共就不能够用核武来威胁整个东南亚，威胁整个印太，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是这个，我想也是。中国在扮演社会的重要的一些角色，它要怎么去扮演啊？但至少从结果论，当然你可以说，又是欧美那些新的8国联军，但我想这个毕竟跟100年前的环境状况都不大相同哦。到底是自己做了许多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情，引起社会国际社会的一个抗议，或者是开始抵制哦。我觉得这东西台湾民众感受最清楚哦。当然我必须说，国内政治，民进党的这些运作或国民党各自有政党之间依着不管是民众他的角色等等的拉拔，但整体来讲，台湾就是这么尴尬。其实说真的，当初在骂那个叫做民进党或者在追求台独的人，这时候看到中华台北，他又不生气，好怪啊！台湾人就是一整个错乱，他不是应该要证明吗？他应该要求说，我就算不用台湾，你至少让我用中华民国国旗跟中华民国国民，跟得金牌的时候放中华民国国歌啊。于将军过去对这部分，我相信也很多的评论哦，你怎么看待呢？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可能年纪像我这种50岁左右的人可以回忆一下，当年没有这么多个电视台的时候，就3台嘛，对。台视、中视、华视，这叫全名叫什么？台湾电视公司、中国电视公司，还有呢中华电视公司。所以叫台湾、叫中国、叫中华，在那个年代都是中华民国，所以才会官方3家电台就有这个名称嘛，所以没有问题。所以台湾、中国跟中华都叫中华民国。可是为什么改变？大家什么时候开始对于中国这个事情感到很奇怪？现在全世界讲到我们对岸，只有我们在叫大陆，全世界都叫它中国。真的，大家可以到全世界走一圈看看。你跟他说我是中国人，哦，你在哪一省啊？河南还是山东？我在台湾，台湾，他就觉得很奇怪。那因为只有台湾要区分这个两岸不同的方式，我叫台湾，他叫大陆。只有台湾不敢正式称中国为中国，所以这两岸的中国人不是很奇怪吗？既然你我都是属于一个炎黄子孙的，你叫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叫我的中华民国，这有什么问题？就是有问题。所以你叫中华台北。北京很高兴吗？他叫勉强接受，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他叫勉强接受，他只接受一个名称叫中国台湾。北京只接受中国台湾，你叫中华台北，那叫做欺负不懂中文的美国人或者欺负不懂中文的外国人，因为什么 Chinese Taipei 中国人的台北，这不是很奇怪吗？那这叫什么？只有我们把它翻译成中华台北。其实，在外国人听来都叫做中国台北，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我们举牌冠军，中国又多一面奖牌，什么都是台湾得的所以就选手而言，我要帮谁争光？2300万人，我吃台湾的米，喝台湾的水，接受台湾的栽培，我得到的奖牌当然是献给台湾2300万人，关你中国什么事？这是我们的选手的心声。可是为什么在2018在这个冬奥证明的时候，我说句实话，我是投了反对票。我不同意用台湾来进军奥运。当时是为什么？那叫做悲哀的妥协。这些运动员都练了10几20年了，很多运动员像这个桌球教父，他可能就剩这一次的奥运门票了。如果在那个节骨眼，2018年，我们为了要改台湾，那整个中华奥委会，我们中华奥委会要撤回，重新成台湾奥委会，一来一回，万一没有成功呢？那我请问，我们庄先生的最后一次的奥运门票不就没了？郭婞淳的这面金牌不就没了？还有更多年轻在世大运发光发热的这个球员或运动员，他这一次奥运门票就没了。所以当时在2018年，我投了反对票。
我说先拿到奥运票，再谈名称问题，我先进去。那当时我是在这个状况之下妥协了。可是像现在进2021，我们进去了这个东京奥运，那不是我们在叫，我们是台湾队，不是我们叫的啊，是谁 ？NHK 啊，是南韩的 MBC 啊，他就直接报啦，我们欢迎台湾 Days， 有错吗？那难道我们要跟日本抗议？抗议讲错了，我们是中华台北，你有病吗？你有病吗？这是我们要的啊，这是我们选手心中的想要的东西。外国电视台帮你讲出来了，而且是国际慢慢的接受，因为他发现，突然间这一次2021的东京奥运，应该是2020啊，出现了这么多的怪物级的选手。那郭婧淳一举重，后面几乎都吓坏了。一个抓举103公斤，也可以把民进党的蔡依瑜给举起来，这多厉害啊！这个多么强烈的这种爆发性的能力，大家发现，这个怪物级的举重选手哪里来的？中华台北，这是什么？大家开始在地图上找，没有这个地方啊！所以日本 NHK 才会说它就是台湾的队名。大家开始研究。为什么它叫中华台北？它为什么不叫台湾？哦，原来在1960的时候啊，有一个很大的国家叫中国，它为了要压制它，所以不让我们。所以1960年那一年，我们首次用台湾参赛，叫 Formosa。那时候是总统是谁？老蒋总统蒋介石他同意了。1960年用 Formosa 参赛，杨传广就在那年拿到了第一面10项全能的银牌。所以不是没有啊。那可是1960年以后，为什么我们就又回叫做 ROC 了呢？因为中共说抗议，他怎么可以用台湾参赛？这就是台独嘛！所以中国共产党在他当时的指示之下，我退出，20年不进入奥运。到1979年，他才想过来，我不能这样躲啊！那他就叫中华民国，到处对不对？代表全中国，我不是很孬，所以他有强行的介入，所以才一个洛桑会议又签了，我们才变成在1981年变成中华台北，到现在。那是所有台湾2300万人心中的痛。我为什么叫 CT 啊？我为什么不叫 T 啊？我就是台湾啊，我就住在台湾啊。中华民国在台湾跟中华民国是台湾差一个字，很多人说，哎呀，中华民国在台湾叫事实，中华民国是台湾叫台独。我说，请问你现在有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的税金资助吗？我们飞机不足的时候，解放军歼20来20架吧，送给我，不是到我们这边绕台啊，直接飞来给我们交装。有这样吗？我们第一个不接受你的军援，不接受你的税金支持，我们所有的政策不需要送到北京去核定，我们所有的政策协定，我们的总统自己可以批。当你变成中国台湾的时候，我跟大家报告，没有总统了。当你中华民国变成中国台湾的那一刻开始，我们没有总统了，那叫地区的行政长官。我们有国防部了，那叫解放军的支部，甚至我们的军衔全部要拿掉，由解放军派军来进驻。我们的新台币全部改变了，那没有用啦，中华民国的钱不能用了，全部要改成人民币，或者他重新发行台湾特定地区的使用的货币，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所以我讲中国台湾跟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很多人说，那中华民国是台湾呢？错了吗？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叫我的国，台湾叫我的家，没有错啊。中视、华视、台视，你有没有跑到台视说台视你是台独电台？有没有这样讲？当年是老总统跟蒋经国先生在的时候，有没有跑到台湾电视公司指责他说你是台独电台？那你为什么叫台湾？对不对？你为什么叫台湾？为什么不叫中华台北电台？那不是很奇怪？所以我觉得大家的脑筋不要因为时间久了，你把当时的3合1体人，什么台独啦、中共啊，还有阴谋叛乱分子，我们当兵都要背的嘛，你把它延至到现在。现在我告诉大家，阴谋叛乱分子在不在？在，无所不在，所以他当然是我们敌人。中共解放军在不在？在，他永远是我们的敌人。你说台独在哪里？台独现在已经当总统了。你想的台独已经当总统了，他有要消灭中华民国吗？他有要把中华民国给消灭掉吗？他依然是经营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得了这么严重的 COVID-19， 大家疫情散播，他不是尽力在帮全国人民找疫苗吗？所以他并没有要消灭中华民国。那既然没有要消灭这一群以前被你认为是台独分子的人，他正在保护台湾。那你为什么要把它中华民国台湾变成台独呢？你自己要把这个国家往外推，然后告诉我说，俞北辰，我告诉你，你错了。现在的中华民国已经不是中华民国了，现在中华民国已经被台独分子盘踞，它已经不是了。我说那怎么办？推翻它吗？我说没有办法，这是我的国家，青天白日满地红是我心中的最爱。你要我推翻我的国家，不可能。但是我要讲得非常明白一点，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军要来消灭中华民国，我一定跟他拼命，他是我的敌人。
台独又要起来反抗，说我要推翻中华民国，那完全不用讲，我不会接受你的动员令，因为我是中华民国的备役少将，我只接受中华民国的动员令，所以没有台独的问题，现在没有台独的问题，现在只有外辱侵略的问题。那我说台独会不会起来？我不能说没有，但是只要台独出现，依然我们所有的现役军人，国防部长都当面讲过，在立法院接受质询，国军不支持台独。国军支持唯一中华民国，所以大家不要听到中华民国台湾就跳脚，听到台湾队就抓狂。很多时候不是叫做对于现实的妥协，叫做了解现在民意的走向。现在中华民国2300万人热爱的是什么？这块土地，热爱的是我们繁荣的现状。我们讨厌的是什么？讨厌的是解放军不断的来侵犯我们。讨厌的是中国不断的在全世界打压中华民国，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唯有抓到民意的方向，你才会重返执政，否则的话，当个在野党再强烈还是在野党。是啊，这个我想台湾认同的问题哦，慢慢透过许多的民调已经。感觉不是问题了。台湾不断的因为民主的这个制度不断的改变跟滚动，在做修正，反而现在看起来最食古不化、不会变通、没有与时俱进的，反而是中共政体对于台湾，所以老是做一些一直把台湾越推越远啊。所以我想中共对我们的渗透，真的必须让我们应该居安思危，必须要小心一点啊。这个我觉得，因为透过这件事情，对台湾民众真的应该有警觉，应该是这些事情了。希望我们真的不要太过轻忽。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两位来宾，也谢谢大家的收看。